吃干抹净，一家上市公司竟然被3位老板套现了3次。股民习惯把股价走势奇怪、经常暴涨暴跌的股票称之为妖股，妖股并不罕见，罕见的是超级妖股。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么一只刚刚完成重整、正在申请撤销退市警告的超级妖股 ST 人农。肯定有粉丝好奇，ST 人工究竟与一般的妖股有什么不同呢？为何改成超级？原因无外乎除了一般妖股的暴涨暴跌外，ST 人农还换过3任老板，且每个老板都利用它从股民手中套走了一大笔现金，堪称超级提款机。第一位套现呢是号称诸暨首富的习建平，据胡润百富榜透露，他利用 ST 人农套走了25亿。第二位套现呢是号称山西首富的田文军，虽然无直接证据显示他从 ST 人农套走了多少钱，但是从他跑出英国时卷走了110亿现金推测，数额可能高达100亿。第三位套现呢是号称内蒙首富外省的霍东，他接手时 ST 人农的账目连货烂不堪，但他仍然能通过发布各种利好的方式成功套走了2亿现金。随后 ST 人农宣布进入重整程序，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。奇怪的是，在被反复套现了3次后， ST 人农却仍能继续在市场上交易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想要搞清楚其中的缘由，需要从他的前身红雷股份了解。红雷股份由第一任老板习建平所创，习建平本是浙江诸暨人，但是大学是在江西读的，所以毕业后索性留在了江西工作。凭借浙江人过人的生意头脑，他在当地开了一家百货商场，把浙江生产的小商品倒卖到江西，因此发家，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女强人。后来江西方面提出他这儿有丰富的铜矿却没有销路，希望习建平想想办法。于是习建平又回浙江老家开了一家铜制品加工厂，低价从江西采购铜矿做加工生意。2008年受次贷危机的影响，铜材厂经营陷入困顿，算上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，习建平竟然欠了25亿的外债。债主问他要账，他不想如何还钱，竟然打上市的主意，称如果不上市咱们就一起完蛋。申请上市期间，铜材厂的利润突然暴增，每年几乎都是前一年的1倍。但是仔细查看习建平的账目，就会发现一些蹊跷的地方，比如铜料在加工过程中一定会产生损耗，但是那几年他的铜材厂卖出的制成品数量竟然比原料还要重，究竟是会计入账时写错了，还是某些人有意为之，只有天知道了。不管怎么样，2011年底红雷股份实现了上市，习建平瞬间从欠25亿的老赖摇身一变成了诸暨首富。上市后，由于有3年的经手期，习建平便频繁的质押个人股份以套取贷款，还利用大股东的身份，用各种理由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不还，引发股民不满。深交所随即对其展开调查。事情放大后，习建平带着高管在网上道歉，表面上态度良好，但私下里占用公司资金的行为有增无减。2014年财报显示，公司的10亿资产中竟然被他占了8亿多。照这种玩法，不出1年，红雷股份的资金就将枯竭。正当习建平的资本游戏难以为继时，一位更精于金融操盘的接盘侠登场了，他就是田文军。田文军原本是在山西粮油系统的一名主任，后辞职下海，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公司，整合了山西不少粮油企业，并且通过金融杠杆不断扩大自己的事业版图。巅峰时控制了一家美国上市公司，6家国内上市公司。2016年，田文军用21亿买下了习建平的股份，成为了红雷股份的实控人。一位玩金融的老板要一家经营不善的铜材厂干什么？其实田文军看中的并非铜材生意，而是上市公司可资源。他迅速剥离主业，注入金融资产，主打互联网金融的概念，借此炒作股价套现。随之而来的是股价的暴涨与暴跌，仅用了1年就从8块钱涨到了27，翻了好几个跟头。就当即将回下镰刀时，田文军庞大的金融帝国突然崩盘了，里面的原因相当复杂，背景也很深。简单说就是他非法融资的行为被提前曝光了，连带拉爆了股价。但是田文军丝毫不慌，他按照提前准备好的剧本，买了一张飞机票飞往伦敦，至今未归。据传他在英国买了好几栋学区房，做起了包租公。田文军是一走了之了，但是烂摊子总得有人收。经过几大股东的协商，众人一致推举公司的第3大股东人农科技的创始人霍东接手。霍东也不含糊，很快又将股票的名字改成了人农控股，继续在金融赛道发光发热。他的第一个举措是2019年与一家名为凯科金的企业合作，让渡了自己的表决权，换取了凯科金50亿的融资承诺。当时人农的盘子不过200亿，新进50亿资金的消息足以重振市场信心，一时间散户纷纷入场，股价从15元一路飙升到64，霍东身价跟着水涨船高，一度获利超过27亿，排行胡润80后企业家中的第40名。上之后自然迎来的是暴跌。2023年凯科金宣布辞职后，人农控股连续14天跌停。即使这样，霍东也顺利掏出了2亿现金，并且辞去了公司董事长的一职。3任老板3次套现，ST 人农如同一具被反复操纵的提线木偶，首富们是带着真金白银离场了，可期望损失惨重的散户别走。